在这个单元，我们要使用555 IC 来做一个进阶的实验。我们要自己制造一个 PWM 产生器。我们先看一下零件，在零件列表里面用到了第一个伺服马达，用来产生旋转，根据我们发出的方波不同的脉冲宽度来达到不同的旋转效果。当然，零件里面有一个示波器，用以观察我们的波形。这个计时器指的就是55 IC， 还有一个电源供应器，用来产生5伏特的电压。接着我们还有搭配一些像是电位器、二极体，二极体是用来限制电流方向，然后以及电阻跟电容。好，我们回到画面来看一下，这个题目的主角是55 IC。那55 IC 我们先前有稍微介绍过，它有8只角。那主要的输出角位在于第3个1、2、3输出这个角位。那这个角位呢，我们把它接的是所谓的伺服马达的 signal， 就是信号角。再来，在它的主要的是控制电压端跟这个临界值的这几个放电5、6、7 3个角位的话，我们分别接上了一个二极体还有电阻。那主要的控制来源是经过7号角位跟8号角位它们之间的这一个要产生变化，我们使用了一个电位计，利用电阻的改变来造成一些影响。好，那输出的部分除了所谓的给予我们的伺服马达之外，我们还要接一条黄色的线到我们的示波器上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等一下方波的宽度会影响我们伺服马达的旋转。那方波的宽度如果固定不变的话，马达就会停止在某个角度，直到我的方波重新有了宽度的变化的时候，我的伺服马达就会跟着在变动，可能向左转，可能向右转。好，那整个电源的部分其实是透过8号角位进来，所以我们从8号角位这条红色的线，电的来源是电源供应器，而且电源供应器同时也把电源给了伺服马达。那黑线的部分是所谓的接地，那在它这里面的话，接地主要是透过2号角位，还有我的伺服马达的黑线，跟我的电源供应器的负极，所以这3条黑线是接在一起的。可以看一下，我摆回去。关于这个例子，我们要用到无稳态，持续的产生方波。那主要用到的是2、3、6、7这4只角。那它的流程顺序一个循环基本上从角2，当它的电压小于1/3 VCC，这边 VCC 指的是第8号角的那个供电。这个时候呢，小于1/3的 VCC 的时候呢，3号角位也就是输出 high， 从方波来看的话，就是方波比较高电位的部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会进行角6，那角6的话进行充电。那充电恢复到2/3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的3号角位会拉低电压，也就是说方波里面的波谷电位0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它有的高起跟低下的时间，其实就会因为我们的电容电容的大小，它会改变它的一个充电放电的时间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当输出低电位之后呢，角6持续的下降。那下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因为角6跟角2其实是相接在一起的，所以角6降至1/3也代表角2降至1/3 VCC。这个时候呢，角3又拉出高电压，所以它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持续的去做调整。那我们唯一能够动的就是我们去调整电位计上面的一个电阻值。那这个图呢是一个简单的线路图，那我们把它对应的元件都把它列进来。你可以看得到上面的 R1 主要就是电位计的部分，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设计最大的是 8K，
那8K 的话，代表说它可以从0到8K 做变化。那跟它一起组合的是固定的电阻56K 欧姆。好，那它的流程基本上就会像这样子，我主要去改变 R1，改变 R1 的同时，我的方波的一个时间就会改变。电容的充电时间，除了电容本身的容值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说充电的电流。那充电电流当然可以透过电阻来调控。所以你会看到说，我在旋转的时候，就是去改变它的充放电时间。那这个时候我的方波就会有宽有窄。那这样子对应到输出3号脚位输出的时候，我的方波不同的波形，其实就会让我的4伏马达旋转不一样的角度。开始模拟，这边你要注意的是，右边示波器里面的方波跟左边这一个4伏马达它的角度哦，白色这个地方它的角度，所以当我开始转的时候，改变电阻，也改变了电容的充放电时间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4伏马达就会因为指定的脉冲宽度改变了，那它就会动。当我的电阻没有做调整的时候，方波持续的产生固定的方波，这个时候我的4伏马达角度不会变，一定要有所谓的变化，它才会跟着变化，这样子。哦，那你会发现说推到某个程度好像就没有改变，那代表说它的波的宽度已经超过它的4伏马达使用的范围。哦，所以当太小或太大，其实都可能不会转。在范围内旋转的话，它就会从0到180度这样去转。基本上，通常我们会说，它的宽度越宽的时候，会越接近180度，然后宽度在中央的时候刚好是90度，然后宽度很小的时候，大概接近0度，这样子。